6.3公斤啊！踩踏的那个效能，据说可以提高到12.5% 哦，有史以来最空力哦，那个阻力最低的就是这台车，这真的是新台币的力量呢。这台车根本就是无领爬坡车款，我们可以跟男生一样握下巴冲刺，好跟集团拢是会塞。浪马真的是女生的福音啊！大家好，我是单车小迪。现在人是在哪里？我是在台北艺术大学的咖啡厅。那这边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 LEAF 的活动，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是我们新车发表会。来看看我们现在身后应该是价值200万以上，要发表什么呢？要发表新车了，就是我们2024年款的新车哦。今天我们浪马从最顶级的叫做 Advance SL0哦，那一直到我们 CP 值很高的，像是浪马 Advance Pro 0 SE 哦，就是我还有特仕版的哦。它是我最喜欢的雪豹白，简称白豹了，好不好？比较出就叫做 Lama Advance 2的 QON， 通通在后面。那今天来到了我们现场呢，就通通可以让我们试乘，是不是真的是超棒的？好，那等一下小丁呢就会先跟我们 LEAF 的就是朋友们一起先进去然后等等先去上个课，然后再来就去做一个试乘，那就让我们看看哦，是不是真的这么香，好不好 ？Go！没有错，刚刚已经上完了我们浪马的课程，那已经可以了解到浪马有多强。那不过我们刚刚都是在上课，实际来操作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车子实体怎么样。好，那在我们的眼前呢，这台车是我们的浪马 Advance SL0，也就是我们最顶级的车。那你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吗？摄影叔，猜猜看这是什么颜色？什么大溪地蓝绿变色龙？不是，它的名字就叫做大溪地珍珠蓝绿变色龙，没错，来自国外，有没有？10个字。那可以看到，哇塞，这个真的是变色龙的颜色，因为从摄影师的角度看起来是绿色，不过从我的角度看起来真的是偏蓝色哈。这个不重点，大家就是最想要知道什么？当然就是我们的重量，好吗？整车哦，6.3公斤啊，各位6.3公斤。那你知道前一代我们的单车是6.65公斤，好，那所以可以说是哇塞，现在已经变成6.3。你以为6.3就只是车架而已吗？它是整车全部一起，通通都是6.3。超轻的好不好？刚刚就是我用手拿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吓死我了，超厉害。那它到底怎么样办到，怎么样变轻的？那它整个车架是多少公斤的我们来拆开来给你们看。哦，这个车架667克，好不好？各位667克。好，那大家想说，哇，那真正减最多的是多少？来，我们大家买车的时候都一定要有车架啊，购物什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前叉，对，嘿啊，这整体我们称作它叫做什么？车架组。我们车架组 total 光是这样子的车架组，我们就减了123克，有没有？2克啊，123克，你们知道就是可以省去，就是让你吃多少饭吗？有没有？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那你以为只有重量这件事情让人惊艳吗？没有，我们浪马升级更多的东西，包含就是它的刚性。好，那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它的刚性的状况怎么样喽 ，Go！接下来呢，为什么小弟要站起来？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们浪马这台车，我们最在意的除了重量之外，再来还要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单车的性能，好不好？性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攸关于你怎么样跟集团，还有就是你在踩踏的时候，它那个车会不会软软的，这个都非常的重要。那这台车呢，目前它的刚性是提升了多少？提升了2.5%，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它提高了我们踩踏的那个效能，据说可以提高到12.5% 哦。是不是有这么厉害？是不是这么厉害？12.5很多呢。你练再久也提升不了5%。对，对，讲到重点，我练再久好像也提升不了这个12.5%，所以这都口说无凭啦。等一下我只要一爬坡，我就栽。来哦，浪 K 啊！现在为什么趴在这台车上面？因为刚刚讲到它的性能还有很重要一点，刚刚除了刚性之外，还有什么最重要呢？就是在于我们的空力啊！大家现在都想说，哇塞，我骑车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能够让我的空力风阻降到最低？有没有让我的速度可以最快？
哦，最省力。这当然是每一个骑士梦寐以求的，也是我本人梦寐以求。我环台回来，我最希望就是我越空力越好，好不好？那好的，那空力这件事情呢，这个浪马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哦，浪马他怎么写？他想说他是有史以来最空力哦，那个阻力最低的就是这台车，浪马这一台，哇塞，只要一换你这一台哦，它就直接负20.6瓦，直接帮你省。你们知道那有多少吗？负20.6瓦，请问我要减到几公斤 ？FTP 增加20万立功升球，那个搞到半年都还达不到哎，对不对？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这个20.6瓦是怎么来的？好，它这里有写。3个，一个就是针对浪马这一台全车系的风阻，它可以减12.6瓦，哇，多少啊？还有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轮组，摄影师，你很想要买的是什么轮组 ？KDS Max 40，它可以减多少呢？可以减负的1.5瓦。刚刚讲的20还没有到，那剩下的要在哪里？外胎。好，外胎的话它是什么 ？KDS Race GC 这样子的外胎哈，它可以就是让它的滚动阻力去降低。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使用28的胎，好，那让它的那个风阻去降低。这个一换外胎，哦，最划算，直接负6.5瓦，加一加，哎呦，刚好就是我们的负20.6瓦这样子的空力风阻的降低。我觉得。哦，这真的是新台币的力量呢。那当然就是这边也就是提供给你们分享看看。那这个是针对我们空力风阻的部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哦，那毕竟我们Leaf的单车它是否我们的什么女生？好，那女生的设计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体格也不同，所以我们等下就看看哈，就是做了什么样的更改。好，那就让我们看看吧。好，那既然浪马这一台车呢是为了女生而设计，对，那为什么要为女生而设计？到底差异在哪里？我们和男生就是不一样啊。哦，不一样的除了声音之外，其实不一样的主要是身形哈。女生的上半部其实是比较短，那肩膀也比较窄，所以就是因应这样子先天上的不同呢，所以Leaf就设计了浪马这一款车，让我们可以更适应骑乘哦。好，那可以看一下呢，第一个的是在于说，因为女生她大部分她的肩膀比较窄啊，手也比较短。以前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握男生的车，这个都嘛很长 ，reach 很长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我们的手就会很直啊。现在啊很直，我们就不好做工。我们这样要怎么样跟集团啊？好，然后现在呢，它把 reach 减短了 ，reach 减短，你看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做这样子的动作，是不是有点 pro？ 摄影师不拢懂啊。再来还有什么？因为女生大部分都会使用下半身比较多，嘿，那男生用什么？上半身哦。男生用全身，是用生命在骑啊，哈，我们女生大部分骑车是不是挺优雅？对，那这样的状况会怎么样？好，我们浪马有个贴心，它让我们的坐管角度，哈，就是增加了0.5度，就是对女生我觉得是福音啦，哈，毕竟男生用全身力量，我们大部分都是用下半身优雅的骑啊。刚刚提到了，因为我们女生的手通常都比较短嘛，手也比较小，外扩把，那外扩把我觉得真的是福音哎，刚握上去就会觉得，哦。真的很舒服，而且女生手比较小嘛，那它又外扩，所以我更好的去刹车。第3个福音是什么？浪 K 啊，来，它的 drop 就是也就变小了。以前我们要跟男生一样握那个下把的时候，我们那个 drop 就很下面啊，那会造成什么？造成我们要很低。我们好像要先去上乐瑜伽才有办法，就是来握下巴。好啊，现在它如果把 drop 变小，会造成什么状况？就是我们可以跟男生一样握下巴冲刺，然后跟集团拢是会塞。所以我觉得浪马真的是女生的福音啊，我觉得很棒。我感觉你太广告了。我没有广告，我真的觉得很棒啊。你等一下试骑试试看吧。对，因为我知道现在都是给供都是讲爽的哦。等一下我们就实际上路，在这里畅游，让你们知道说哦，到底有没有多厉害。好，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Go！这一台车，就是刚刚经过了，就是一番骑乘之后，我真的是绕遍了我们台北艺术大学，来讲讲就是我对浪马的这个感受好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于性能吼，如同刚刚一开始开场讲的，我要测试的是什么
刚性，因为刚刚一出发，从我们门口一出发就是个长爬坡哦，当然是测试了一下它的刚性。我刚刚的骑乘感受，我就是觉得哦，真的有像他提到的，就是它的刚性有增加，我觉得抽起来感觉很好，就是那个操控性，还有那个小维就是跳舞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很棒，我是还蛮喜欢的啦。那因为这一台车呢，它是我们最顶级，它搭配的那个变速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最夯的速联锐的New Ray 的这个变速系统。那当然也要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我比较不习惯的部分，这边它让它变就是没有那么倾斜了，比较短了，那就变成说，就是女生的操控性会更好，一转一下，对，它就转了。这也有就是有优点，就会有相对应的就是缺点的部分嘛。那它缺点的部分就是在于下坡的时候我比较不习惯，我就觉得因为刚刚很多减震条，我就刚它快要起飞了，就是我会觉得它有点比较敏感了一点点。那当然这个是我不习惯的部分，可能是我长期的骑乘习惯啊，我下坡技术也没有很好，所以我可能就不会希望它那么灵敏。对，不过整体而言，我都觉得这台车是太作弊了，好不好？这台车根本就是无领爬坡车款。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台变色龙，它是我们最顶级的车款。那刚刚有问过我们的老板，就是他说 CP 值最高就是这一台了。为什么是这一台？摄影师？他是说什么都最顶级的轮组就10几万，车架也10几万，对，变速也10几万，没错，所以总共加起来应该40几万。它除了变速之外，我们除了 New Ray 的，对不对？它还连功率机一起给你加上去了。好，对，所以这样子33万8算是 CP 值极高。没错 ，CP 值极高。当然，这个 CP 值也和你的口袋有关系。对，他今天来的除了这一台之外，还有很多他的朋友。那他的朋友呢，总共其他6种颜色，不一样价格，我们就去看一下其他6种款式是怎么样。搞不好你会觉得说，哇，其实你不用30几万，你也一样可以尬赢这一台啊，对不对？好，那就让我们看看喽 ，Go！ 好，宇宙尘埃纸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它的名字。好，那它一样是我们最新款的浪马，它是多少钱呢？是23万8千。哇，最近这样10万是怎么样办到的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针对它的变速器，就改成我们的 Shimano 的 Di2， 一样是 Artigua 的 Di2， 我觉得一样是很好的啊。再来是轮组，吉亚特 SLR0， 这样子的轮组，那这样子减呢，你会怎么样？你就可以省10万，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划算的，因为这个费用看起来有没有跟它平易近人多了？有没有？这整台贵州就是23万8千块。好，那这边也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看看咯。好，摄影师有什么问题？这个大概是6.7、6.8公斤，那也是很轻耶，6.7就跟我现在的车差不多啊。所以照这样子的逻辑，每一台都 CP 值极高啦。对啊，而且说真的，10万块你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突然觉得好像这一台就可以了。好，就是刚刚经历了，就是23万8，大家还是觉得太贵了，没有关系，来这里，有没有？我们价格是多少？来，摄影师念出来，哇追17万。嘿，乘车一台车是真的是正常上班族好像努力存一下，干那会塞的车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样是浪马最新款的，那怎么样变成17万呢？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前面讲的2款，车架是 Advance SL。对，那它是 ISP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可以很 fit 你的那个骑士的坐高啊，当然你那个你还要砍车架，抬掉就没了。如果你今天好像突然可以，你往下还好，你如果突然往上了你就知死这个就有点麻烦。这个 Pro 这一台车有什么好处？就是它是那个升降坐管，你方便 fitting 啦。因为有时候骑一骑你的做工都会变换，有没有？它所有的东西其实都跟刚刚一模一样，这个颜色还是我们特仕版，来看一下，叫做什么雪豹白，好漂亮！小弟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颜色。你可以看到，它除了浪漫的涂装之外，它就是想要，就是雪豹，就是豹，你知道吗？白色的豹，哇塞，17万！如果还想要再杀价呢？大家不都想说，如果我可以再降个2000，我就买了，对不对？来，我告诉你，再降2000，你的车会长什么样子？来这里，再加2000之后呢，你的车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跟刚刚我们特仕版一模一样的车款，那只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我们的目光蓝一样是浪马跟刚刚的那个配备都一样，不论是轮组或是变速都是一样的啊。如果你问我
就是你要买哪一种呢？我一定是买这一款呐、我真的超喜欢这一台的。我的部分呢，因为我常常因为骑姿的关系，有时候可能会越骑需要是越骑越 pro 啦，那就可能会有就是坐管需要调整的部分。那这种就是升降坐管对于我而言其实是相对方便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因为我常常会装那个休息把，那休息把的时候我那个 ISP 一锯掉，我就有点担心。那当然这是否个人需求啦，这一些就是颜色，还有这一些就是费用。你说我只是刚骑车的，就是初阶者，就是我没有想要花那么多钱，这也正常，因为小弟啊，就是第一台车也只花了大概6万块，而且是乘车哦。好，那没有问题哈。我们就是浪马一样有提供，就是各个族群哈，让你可以就是购买的车款。好，那就让我们看看吧 ，Go。有，再来你要再降也是有的，138000块叫做极光绿哈，就是降轮组，还有降变速系统，通通降。反正你也知道，这种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哈，东西降一降，你价格就会变低。好，目前是138000，不够低再来哈，来。天呐，已经降到10万以下了，95800，有没有？它叫做玫瑰红。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我讲过了，就是小弟我的第一台车其实也是乘车，那也才6万块而已哈，所有东西都最重的。对，不过还是可以骑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看。浪 K 啊，就是这年头竟然还有6万8的车子哈，还是我们浪马的车，那它就是不是电变的系统哦，不然前面2个它都是有电变的系统。这么多的车款跟大家分享后，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的精彩，好不好？就是真的浪马真的非常的用心哈，准备了这7款车，还是7种颜色、7种不同的等级，好，让我们可以去做试乘，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好，那浪马的车给我骑起来，我就觉得太作弊了，真的是一款非常轻的一台车哦，我觉得值得大家，如果未来可以试乘，你们都欢迎到各大门市去试乘看看。那以上大概就是针对今天利福我们浪马新车发表会的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在眼前是我们的浪马 Advance 0，前一代我们是6点多少？看一下前一代。一个的话呢，当然就是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全车系的风阻，好，再一次。大溪地蓝绿珍珠变色龙，不对啊，不是大溪地珍珠蓝绿变色龙。